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艾玛。现在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们开始学中文之前，那大家搜索的问题是：中文很难吗？还是中文很简单吗？那这两种问法，大家用的是哪一种呢？看似好像是同一个问题，但其实呢，这背后影射出完全不一样的心态。那中文很难吗？那你得到的答案多半可能就是很难，语调很难学，汉字很难写，甚至还有古文，所以就是非常难。那这样带来的结果呢，就肯定是很打击自信心，觉得还没开始就已经受挫了。那如果你搜索的是中文好学吗？或者是我如何才能学好中文呢？那你搜索出来的答案很有可能就是其实中文没有那么难。掌握以下几点，你就能更高效的学习中文。那有了这样的心态呢，很可能你学习中文的整个过程是非常顺利的。大家意识到了吗？你在出发的那一瞬间，你的思考方式其实已经影响到你未来的行动，甚至是结果了。所以今天呢，主要就是给大家加把劲。总体来说，中文确实不简单。但中文的语法真的非常简单，完全不用担心时态呀、人称变化呀之类的。所以从这方面看呢，还真的是非常简单的。而且这个难与不难，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你把中文当做一个学科，当做一门很难的语言去对待的时候，那你的思维肯定就是进入到一种紧张，甚至有点排斥的状态。但是如果你仅仅就把它看作打开一种文化的钥匙，仅仅把它当做一个沟通工具的话，那当你能用它表达你的想法，跟别人产生链接的时候，内心就会非常有成就感。学习一门外语最有效的方式，永远是把自己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先不要过多的去在意语法、人称之类的。我觉得大量的听母语者的播客，看他们的 vlog， 看一些中文的电视剧，听一些歌曲，这些是非常有效的方式。所以不用担心。这个语言无论它难与不难，这个世界上差不多有14亿人都能做到，所以只要你想的话，我相信你肯定也能做得到。跟我一起加油吧。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元旦之后的这一周，大家都是如何过的呢？我这边1月1号那天去寺庙里去抽签拜观音了。对，接下来到第二天的时候，白天天气还都挺好的，到晚上9点多，我已经洗漱完毕了。这时候抬头望了一眼窗外，发现有大片的雪花在降落。我当时很惊喜，就说：哇，天哪，下雪了！所以赶紧穿戴整齐，就打开门去外边看了一下。没想到雪已经积起来了。夜里呢，因为下着雪，整体就还挺亮的，能看见四处白茫茫的一片，非常寂静。所以我就很开心，跑回到屋里，拿上那个小工具，就去到公园里了。这个工具呢，就是可以把雪压成小鸭子的形状，还有心的形状，
还有圣诞老人的形状，特别可爱。我们就拿着这些工具去公园里，听见雪簌簌落下的声音，那一刻感觉特别温馨，很浪漫。虽然天气很冷，但真的特别开心。在中文的这个意境当中，冬天下雪，尤其是过完年之后下雪，是非常好的一个兆头。也就是说，下大雪是吉兆，寓意着新的一年会风调雨顺，非常好的寓意。我们先在公园里玩了一会儿，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回到家门口的小公园。我就想，可以捏一些小鸭子放在公园的墙上，那这样第二天路过的人看到了，应该也会会心一笑吧。所以我们就又捏了10几只小鸭子，并排的站在公园的那个墙上边，还有几个雪人跟小鸭子并排放在一起，特别好看。等到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我还在楼上打开窗户，就听见外边的小朋友在叽叽喳喳的讨论这个事情。尤其是小女孩们发现了这几个小雪人之后特别开心，就问同伴，你们快看，这是谁做的小雪人还有小鸭子，你看我们来数一数有几只，特别开心，说哇好可爱。然后我在楼上看着他们那么开心在嬉戏，当时也觉得挺浪漫挺美好的。所以新年你们那里下雪了吗？你们喜欢下雪吗？1月3号我们就去逛街了。没错，因为很多商场在年后都会打折做新春活动，所以我们就去逛街了。我买了一个毛衣，就是现在穿的这个颜色，很淡的一个颜色，但是我很喜欢，毛茸茸的，很温暖。还买了一件羽绒服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穿上，毛茸茸的，很舒服。怎么样？这2件衣服都是优衣库的。我觉得优衣库的衣服品质还是挺好的，而且设计的很低调简约，就很容易穿。所以这就作为新年礼物啦。大家觉得怎么样？尤其他家的羽绒服，就穿在身上暖暖的，很轻快，不那么重，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件衣服。所以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在优衣库买的。一般去其他的品牌店里呢，要不然就是太贵，要不然就是设计感要差一点。刚好优衣库在价位和设计方面达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所以我很喜欢在那里买衣服。逛完优衣库，我们又去超市买了很多菜肉，回家好好的做了一顿。我平时呢还是尽量喜欢在家里做饭，因为在外边吃的东西你完全无法决定里边放了什么东西，所以我现在做饭呢就是尽可能的少放添加剂，真的基本上就放油、盐、酱油、醋，对，主要就是这些调料。这样的话尽量保证食物原来的味道，而且也比较健康。那1月4号呢，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在家里看 YouTube 的视频，看看上面的新闻，看看上面比较喜欢的博主最近有没有更新。说到这个新闻啊，还真的是挺感慨的。一般人来说，就觉得过年是非常喜庆又难得放松的
时机，但是从1月1号开始，你发现新闻上就世界各地吧，不断的有冲突啦，有人突然就离世啦，还有一些特别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我那天早上看新闻就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3岁的小朋友从9楼掉下去了，就是因为爸爸妈妈看小朋友睡着了，所以2个人就一起去庙里祈福参拜了。但是回来之后发现小朋友就已经坠楼了。在全家人怀着期待喜悦的心情去祈求新的一年有好运的时候，就没想到这种完全不可思议的这种意外就发生了。就看到这种新闻，心里真的非常难过，就一下想到那句话，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应该活在当下，不要把很多美好的愿望啊，或者是期待一直无限的向后推，总觉得未来还有机会，还有时间。我那天看到一句话就还挺震撼的，就是人不是老了才会死，是随时都有可能死亡。当然我们之前是知道意外会存在的，但是呢，潜意识当中还是会觉得意外的比率那么低，不太可能发生在自己或者是自己认识的人身上，所以总觉得意外是在别处那个感觉。但是你看到遭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在事情发生之前也从来都没有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一拖再拖，当你有了某个想法，就去勇敢的去执行吧。所以就一定要活在当下，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我们有的时间。这样才能让人生我觉得少一些遗憾吧。比如说2024年吧，全年我记得全国死亡人口就有100多万，所以我们平安的走过了一整年，也就是在150万次死亡的事件当中，你都活下来了。其实这个是不是真的很值得庆贺，觉得很幸运的事情了呢？我觉得这可比中几个亿要幸运多了。所以我就想到日本的那个新年祝福叫做あげ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我觉得这句话真的非常美，就是你过来了，祝贺你。那我们平安的跨进2026，就是幸存的那一批人啊。所以这句话真的还是想送给每个人。あげ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说起 YouTube， 我就想起来它有加速播放的功能。我记得常速播放呢就是1，那加速可以加速到 1.25 倍、1.5倍、2倍。我个人呢在看视频的时候是不会用加速键的，就正常速度播放。但是我做了一个试验，我把外语和母语都分别加速过，但是发现到2倍的时候我还可以跟得上，但感觉就很不舒服，就是你要一直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信息呢就这样扑面而来，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甚至呢我已经没有办法享受视频的内容了，更像是在完成一个
不得不去做的作业。所以加速播放对我来说是很不舒适的。我记得 Google 的 Premium 会员，它是可以有3倍加速的，所以我试了一下3倍速。天哪，我毫不夸张，无论是外语还是母语，我完全听不出来对方在说什么。所以我就真的很好奇，有人会用3倍速播放吗？那这个3倍速的话，看这个视频的意义又在哪里呢？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只有电视，那个时候还不能录像，错过的电视节目呢就看不到了，除非电视台有重播再补上，或者呢就只能问其他朋友或者问家里人那一集讲了什么东西这样的。那个时候觉得还挺遗憾的，但后来的时候就开始有录像带，可以录下你想要的节目。再到后来就到网络时代，可以在网上无限次重播，可以在你有时间的时候随时点开，甚至可以无数次返回到你喜欢的片段重新观看。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的选择好像越来越多了，但同时问题也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现在有大量的剧啊，美剧、日剧、韩剧，甚至泰剧，对吧？那随着翻译还有字幕的普及，所以大家的选择是越来越多的。但事实上呢，你的时间是有限的，这样就导致你反而不知道看哪一部剧比较好了。所以好多人就会开始看评论，总体来说评分比较高，那么自己可能也会试着去看一看。那如果评论很差呢，可能就不会打开这部剧了。那这样当然能一定程度上节省时间，但同时流行的东西或者是被大众认可的东西就一定是好剧吗？或者说大部分人都喜欢的剧一定也是你喜欢的剧吗？这个其实都是不一定的。看似像是我们在做出每一个决定，是我选择看或者是不看这部剧，但事实上呢，我们的决定却又建立在大部分人的评价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是受了大部分人决定的影响，而并不是我一开始就一定要看这部剧。所以，到底是谁在做选择呢？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挺有趣的？我觉得这也是大部分人沉迷在网络上难以自拔的根本原因吧，就是信息太多了，你的选择太多了，所以导致我们最后都不太清楚我真正想要什么东西，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东西。很多时候，可能你做的选择，你看的东西都是商家或者是出品方想让你看到的东西，不是你真的想看到的内容。说到加速播放的这个问题，我就突然想起，我们看视频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完成这件事情，还是我想从视频当中得到想要的信息？或者我觉得被这个视频治愈了，到底哪一个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就一定会选择我真正想看的内容，然后安安静静把那个时间给自己，认真的去感受视频里的内容，然后看完之后，内心就觉得很有喜悦感。对，而不是那种匆匆忙忙，好像要把所有视频都看完的感觉。大家呢？你们看我这个视频的时候，是长速播放的，还是加速播放的呢？没错，其实我每次在剪视频的时候，剪完之后成了成品，我做最终检查的时候，我也都是长速播放的。
从来都不会加速。我知道加速会提高效率，但是我还是喜欢看着视频里常速的那个讲故事的我，然后跟着视频里的我去感受他讲的故事。对，就是完全的作为听众去体验一下这个视频会带给我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基本是不加速的。说到加速呢，我刚好就想到一个英文电影，叫做 Click， 也就是我们点击鼠标咔嗒点击的那个声音 Click。它中文的名字翻译为幸福遥控器。这个是一个老片子了，我记得应该是2006年，天哪，快20年了。当时看完之后印象还挺深刻的，就给我的冲击还是挺大的。这个故事讲的就是美国的一个精英中产，这个男主呢是一个建筑公司的一个得力干将，应该就是二把手吧，一直想着再往上爬一爬，成为合伙人，这样就可以雇很多人把工作交给他们，自己就可以和家人共度更多的时光了。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下班之后甚至周末也都要加班，甚至跟孩子约好的去野营，去帮他们建树上的小房子，这些事情都在无限次的延后。那这个当然就会在家庭内部引起矛盾了，孩子们偶尔会因为他爽约而非常失望，他的妻子呢对此也抱怨很多了，因为大部分家务包括带孩子这些事情都要妻子承担，所以慢慢的妻子就感觉自己是一个人在战斗，就会跟男主就会有很多冲突，会互相的争吵抱怨。这个男主也觉得很委屈啊，说我是为了家人，我是为了多挣一点点钱，早点爬到更高的位子，才可以保证我们家人过这么优渥的生活，才保证将来我才有时间跟你们共处呀。就这样在一次争吵之后，男主就开车去了一个 home center， 因为很累，所以他在床上就睡着了。有一个人给他了一个遥控器，就是说你可以加速你的人生，还可以给对方静音，甚至还可以调取你大脑当中出现过的场景，把它调取出来，就是以第三方的视角去看过去发生的事情。男主当然很开心了，就拿着这个遥控器回到家之后，发现果然非常有用，他可以暂停对方的活动，还可以跳过自己不想经历的片段。比如说感冒了，这个过程很难受，你就可以摁快捷键，可能直接到2天之后你就康复了。那他发现了这个奥秘之后，就开始生病了会跳过。在做那个设计稿的时候，觉得特别累，孩子们特别吵，然后也会把这个过程跳过，直接就跳到交出设计图纸那一天，预期的升职没有发生，那他索性也直接跳过中间等待的过程，直接就跳到了自己升为主管的那一天，包括甚至跟他妻子的这个亲密互动，他也觉得好像有点浪费时间，索性直接跳过，直接就到结果。开始的时候他很享受可以快进，因为省掉了很多争吵、麻烦、辛苦和痛苦。对，所以他觉得天哪，如获至宝，太开心了。但是这个遥控器有一种记忆功能，也就是你每次习惯性跳过的场景，当你再遇到类似的场景，它会自动跳过，也就是它已经无法决定哪些片段自己要不要跳过了，也就是一不留神就跳到了一个儿子的婚礼现场。他印象当中
儿子和女儿都还是10来岁的小朋友，突然就长成大人，结婚了。他甚至连新娘的名字都不知道。看到儿子那么陌生，他那一瞬间觉得非常的难过，觉得天哪，我究竟错过了多少东西？女儿也长得亭亭玉立，他也完全不认识。当他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之后，他才有一点点害怕，想要终止，我再也不要跳过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个遥控器它已经形成了这种跳过的模式，也就是说，要跳还是不跳，已经完全不是男主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了。所以最后他是变成了公司的合伙人，但是身体因为一直吃垃圾食品，变得非常的肥胖，而他的家庭呢也破裂了，妻子另嫁他人，孩子们各自长大，虽然也依然关心他，但是还是有免不了的疏离感。然后这一刻他就特别后悔，才意识到原来我们视为痛苦的争吵、煎熬，还有带着小朋友的那种疲惫，还有为一个目标努力的过程，在当时的他看来只有痛苦，可现在看来那竟然是难得的回忆。对，有几个地方还是挺催泪的，就是他爸爸去世的时候，他是不在现场的，所以他意识到父亲已经去世的时候，他想调回原来的那个画面，看看他父亲是怎么样去世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因为他当时没有在现场，所以这个画面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也就是他完全调不出来。所以他只能回到他父亲最后一次见他的那个画面。他站在第三方，像看电影一样，看着那一切发生。他在那拼命地敲键盘、写邮件，在忙工作。这边他的爸爸来跟他道别，一遍遍地说着 I love you, my son。 他也没有反应，还告诉别人不要打扰我。他的儿子拿着设计图纸问他这个图纸怎么样啊？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他连头都没有抬，就说我觉得还是按原来的弄吧，我觉得你这个不要自己私自乱改了，就非常的不耐烦。这一幕看得我还真的是有点泪崩。你看到人在失去之后的那种后悔、无助还有痛苦，那一刻你才真的意识到，原来你拥有的时候，哪怕会给你造成负担，可能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幸福。你只要有记忆留存，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幸福的。就看到这的时候，就眼泪就忍不住就流下来了。不过结局还是很温馨的。在他重症即将离世的时候，看着儿子也变成了曾经的他。就是结婚之后预定去意大利的蜜月，也因为工作就取消了。他就挣扎着告诉他儿子不要去工作，去度假，去度蜜月。但是儿子没听见，已经走了。他那个时候声音非常微弱了。这一刻他想了想，就挣脱所有的仪器，踉踉跄跄地走在外边去喊他的儿子，因为他觉得要在去世前把自己这一生悟到的事情，也就是自己犯下的错误，告诉他儿子，让他儿子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不要重蹈覆辙。出去的时候外边正下着大雨，他踉踉跄跄，最后跌倒在地上。因为身体很虚弱嘛，所以喊的声音也非常小。所幸的是导演非常仁慈，他儿子回头的时候看见他在地上趴着的样子了，所以赶紧跑回到他的身边，还有他离婚了的妻子，还有他的女儿，所有人打着伞在上边看着他。他用尽全身力气就说出了几个重要的词，就是家庭第一，还表达了
对孩子们的感谢。最后意识逐渐变得模糊，只能听见亲人的呼喊声。哇，到这里我真的是再一次泪奔了。虽然是看过的电影，但那一刻你还是会被带入进去。我们都知道自己会变老，爱人不一定会一直在你身边，孩子也会长大，但那一刻你亲眼的看见这个人有那么的不甘心，觉得当时的那一条路可能走错了，那种冲击感还是很大的。下一个镜头就是他从商场那张床上醒来了，原来是他特别累，在那个床上睡着了。当他醒过来之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还是年轻的样子，看到一开始接待他那个店员小哥，就特别开心，欢呼不已。这个时候就开车开到他父母家，闯进卧室里，对着父亲就一顿的亲，告诉他：爸爸我爱你，欢迎你周末就来我家吃饭呀之类的。接下来就开回家，在客厅里大声的叫喊，把孩子们全都吵醒了。等家里人都到楼下聚齐了之后，他宣布这次周末的野营照常进行，工作就不加班了，怎么样都无所谓了，还是陪家人的时间更重要。然后妻子也跟他相拥在一起，孩子们也欢呼跳跃起来，结局还是很温馨的。虽然是重温这部电影，但还是会被很多细节感动。所以人生到底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吧。有些人就觉得我这一生要功成名就，事业有成，那你全力以赴的去追逐就好了。那有些人会觉得平平淡淡跟家人相守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很多事情的价值是无法用外界的标准去衡量的。就像对一个小朋友来说，可能一个没有作业的午后就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幸福。而对于家人来说，可能彼此的理解、拥抱，还有困境当中的一句鼓励，这些都是拿钱买不到的东西。所以希望我们都能找到我们最在意的事情和最在意的人，花时间、花心思，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吧。我觉得这样人生应该就能少一些遗憾，多一些幸福了。所以新的一年2026年，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让你觉得幸福的事情，和都能遇到让你觉得温暖的人。如果暂时那个人还没有到来，那我希望你可以照顾好你自己，毕竟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嘛。那好的，这一期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